是大王派你来问的？洪处焉敢伪传王教，诓骗水秋公啊？你是不敢，大王敢啊！备马，我要进宫。有。吴兴公，事情有变。水丘昭劝，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，我在汴梁时领教过，是个狠角色。此人一夜入宫，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。云锦兄，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？无需准备，一个时辰。用不得。好，大王兴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幸宗亲，不幸勋贵，不幸宰执。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水丘公，勿恼，是孤用错人了。一直这入京宫城之内，潜流激荡，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刘月成，滚进来！末将在。传，大王降命，令秦从第1、2、3都，亲卫第1、2、3都，1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。敢有迟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语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斩。末将谨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功臣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还是那些文武礼数，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秦王之事。大王要诛逆，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营守持了40年的吴越，它不是中原。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。水丘公，是何承训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图要……程昭岳，程昭岳是谁呀？他是在王都奉职的一个国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。他有不轨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9郎如此糊涂的主张，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此城，那些没有了约束，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，
到了外城，该捅出多大的乱子？到那个时候，勋贵相互残杀，梨树流离涂炭，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洪处糊涂了。你何止是糊涂，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？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戎使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？你那胡闹，当计谋，国家社稷，岂能胡来？不该你逞能的时候，你偏偏耍小聪明；该你认真的时候，你偏偏犯了糊涂。一个程昭岳，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。真正的凶险，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，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敌。大王，洪处知错了，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。站住！请大王赐九郎兵符。臣弟谨遵王教。带着兵符去找张允。水秋公，姑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替大王去问个明白。顾派齐梅督护卫水秋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成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。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废牙马军上总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元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。请九郎军
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城里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到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一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城里，滚出来！九郎君见谅，末将沈城里。吴越进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将勘核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，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城里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君得罪了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有人出告说你父子2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胡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城里，见过九郎君。王教兵符在此。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
不要胡令公的令箭看河了？末将代表王氏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半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。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。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。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无威望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这又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掉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。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个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、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若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。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未必是件好事情。
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弘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是，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。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，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，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2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，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全当时在青从第1都当督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后头愿意听老王的话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先王红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他若是7郎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多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9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人齐了，念吧。大王教命，王帝检校司空、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，聪锐勇毅，晓之刚略，文穆王时数称褒誉，承逆兄以昭忠义，诛贪暴而靖州县。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，都点检西府、萧山、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，整饬营务，严肃纲纪，全防御，守捉，捕盗诸事，主者施行。老沈，方才在营寨之外，还夸说你讲规矩，行军立战法度森严，便如此不经夸吗？
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，适合品质，适合差遣。军中行参里，除了将帅之外，还有郎君一说吗？末将军中无状，请大帅治罪。兵是你的兵，将是你的将。有规矩在，有军律在，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，国家养你这个将主，又有何用？军中妄语，杖10；军中无状，杖20，30杖。来人呐，拉下去！啊，拉下去！诺。帐中妄语，军中无状，你倒是会心疼人啊！若是依着不遵主帅这一条来治罪，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？还请大帅开恩。本帅不爱杀人，只是军中令行禁止，刑律森严，做错了事，用错了典，便不能不罚。错用军典，治刑不当，杖20。末将领罪，多谢大帅恩典。军中的事其实简单，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，便拿捏住了这一军。沈承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，久经风浪，要拿住他不容易呀。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承礼手中的兵权，此刻他已经死了。如若你去，你会如何做？啊？哦，萧山大营沈承礼部下有4个指挥使，9个副指挥使，我笼络这13个。行了，噎死了，在人家大营里，当着人家的面，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，你以为沈承礼是死人吗？人家的兵，人家的将。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，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。姓钱又能如何？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？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，满大营的吆喝。人家那是财货人情，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，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立血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。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。你说结交就结交了，你说笼络就笼络了。那以令公所见，九郎君该如何做？